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我们节目一开始先欢迎到场嘉宾，前资深外交官介文吉介大使。思敏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时事评论员王尚志尚志哥。思敏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干哥。主持人好，大家好。观众朋友，今天中东情势，赶快来关心到的是伊朗的飞弹，在昨天指导的是总理纳坦雅胡的办公室，今天也会来关心到包括了沙国的美国大使馆被伊朗这边的无人机给袭击起火。另外最新消息是在巴林的美军基地总指挥部也被轰。今天要来关心的是，难道以色列的铁穹失守了吗？接下来也会关心川普的地面战，他说有可能进行，那么会怎么进行？中东战争全面引爆。赶快来看到，这是最新消息，中东战火全面升级，而且是冲着领导人而来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了他的这一款海巴尔弹道飞弹，锁定的就是这个斩首攻击谁呢？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的办公室跟以色列的空军司令部。这个伊朗说这一场行动是成功的，但是已经遭到了以色列最新回应说他们是没事的，这个讯息是一个假消息。我们来关心这一款弹道飞弹，海巴尔射程达到1450公里，是第3代的固体燃料弹道飞弹，主打的就是高超的机动与突防的能力。不过这一次让以色列恐怕还有美国相当担心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一次伊朗的打法跟过去在去年的这个12日战争的打法开始出现不一样的变化了。伊朗这一次不再只是用所谓的这个饱和式的攻击，用无人机进行饱和式攻击，它开始转变这种分层的攻击，一共是会出动2波。我们来看一下细节。首先，伊朗会祭出它的第一波是用它的低阶的武器，像是大量的火箭弹跟无人机，先来消耗以色列的这个拦截飞弹的库存，接着第2波它才会再次出动它的高超音速飞弹来打穿实际的以色列的防空网。我们赶快透过最新的画面，也就是最近期伊朗的攻击，来看它的这2波攻击是如何进行的。好，这个是我们看到伊朗在这几天发动的最新攻击。首先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第一波，它会透过这种低阶武器、大量的飞弹来进行攻击。紧接着第2波，我们才会看到一个比较快速，刚刚有画面上看到一个高超音速的飞弹，再进行第2波的攻击，成为现在伊朗的最新的打法。实际行动我们也来看到，这是伊朗发动的代号，这个叫做真实承诺4的军事行动。当时所出动的就是法塔赫高超音速飞弹，末端速度15马赫，具有机动变轨的能力，并且搭配重型的弹头跟急速杀伤模式，专门可以压制住不管是指挥系统、防空节点跟军事基地，有效的突破来自于以色列不管是它的剑3、大卫弹弓或者是铁穹等等的反制系统。那么战火不只是在以色列而已，沙国证实了美国大使馆遭到2架无人机袭击起火之外，我们刚刚也特别提到了最新消息，巴林的美军基地总指挥部同样已经遭到了伊朗的攻击。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大使怎么看了伊朗这一连串的攻击，包括运用它的高超音速飞弹来突防，是不是包括了这个纳坦雅胡的办公室铁穹都挡不住吗？这样子做是等于是斩首吗？以色列的防空神话有没有被打穿？大使怎么做解读？我想伊朗这一波的这个飞弹跟这个无人机攻击啊，它有2个目的，一个是当然是报复性的啊，第2个就是威慑跟吓阻性的。那么伊朗在战前，大家估计它有2000多枚这个导弹啊，这是相当大的一个数目。那它的无人机过去在这个俄乌战场上表现就非常精良哈，而且数量非常的大。那么2天以前，这个伊朗当局啊公布了一个影片，他们在地下道里面哈，一个地道里面哈，也是地下的一个大的一个基地里面啊，囤积的那个导弹跟这个无人机的数量看起来是琳琅满目啊，数量非常的庞大。所以本来有人在这个预估，就是说在去年6月的时候，美国打击伊朗的时候，已经摧毁了大部分伊朗的这个导弹的这个能力，还有它无人机的能力。那没有想到，就是说这个美国跟以色列开始对伊朗攻击以后，伊朗的反击力道还是这么的强大
而且呢，并没有被美国跟以色列一阵子针对伊朗的这个军事指挥机构，然后还有就是导弹能力以及它的这个通讯系统的上千次的轰炸还是没有削弱这个伊朗这方面的能力。那整个说起来，稍微盘点一下，过去几天伊朗对于8个它邻近，还有呢就是有美军基地的这些国家都发动了这个飞弹、导弹，还有这个无人机的攻击，有4个国家都造成了实际的损害。那么像这个比较这个国际怎么讲呢？比较注目的谁说？像杜拜，那很多地方都怎么讲？包括民用的设施都被炸坏了。那么这个造成现在像这个杜拜他们这个航空还有对外的交通一片大乱。那最近刚刚还恢复。那其他的话也比较这些具体的以色列的，那也证实了有好几个地方，包括特拉维夫，包括海法堡都被以色列的都被伊朗的飞弹所击中。那前天伊朗就基本上呢，他们大概新的领袖3月1号一上任以后呢，他们有新的决定。一个新的决定，最重要一点就是不再跟美国跟以色列，尤其是美国进行外交谈判，那也就是完全切断双方的，那就展现了他战斗的决心接着他就指定说，我要打这个以色列总理的这个官邸，还有以色列的空军总部。那当然这个打击的情况的话，那当然现在不得而知不是很清楚，各种传言我想现在开始，美国跟以色列会封锁消息，因为这个东西，你的飞弹跟你的这个无人机是不是打出了结果的话，对方被打的人他基本上他都不吭气的，他不会让你知道你打击的成果怎么样。所以呢，可是呢，就过去还有最近这几天那么伊朗的导弹，尤其是这个叫法赫德2，这个在过去的时候，那么就证明了它的精准度是很高的，射程很远的。我记得2年以前那个时候，当时的话也是伊朗受到攻击以后，他用法赫德飞弹，它是超高音速地对地的1400到1500公里射程的，打过在伊拉克的这个那时候是这个莫萨德的在伊拉克的总部。那么打得非常的精准，当时西方媒体说，哇，不但这个打得远而且呢，他打的建筑物该打的建筑物误差非常的小，所以这个对伊朗来讲，我觉得他这一波的反击他是有把握的。那当然他有他的战术，他的战术一定是无人机、一般的导弹跟超高音速导弹这种交互使用。因为你无人机来的话，要看你地面的你这种防空设施你要不要打因为在网络上有一个看到了美国的这个爱国者3号连发11发，11发人家算一下3000万美金就没了。那他这打什么呢？对不对？你是打法赫德2呢，还是打一般的导弹？还是打无人机？所以呢，这个我觉得他基本上他是要消耗美国的还有这个以色列的军火的这种防空武器的军火库存。所以这场战争看起来以美国政府今天川普他说他准备打长期战，那么可见这个伊朗这一波的反击那逼着美国他必须再用另一波的攻击来压制。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的美以之间的战争，伊朗的打法已经开始有所改变了。从过去他做的透过这个导弹跟无人机进行的饱和攻击，现在转为是这种比较消耗战的方式。刚刚也特别提到了2个层次，先透过这种比较低价的导弹去做攻击，接下来再祭出它的超高音速无人机。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昨天包括了他说他打到了这个纳坦雅胡他的办公室，虽然纳坦雅胡这边方面说是假消息，但是铁穹神话到底有没有被打破？干哥又怎么看？海巴尔飞弹我们就可以。你看到上面的它的数据说，它是第3代的固体燃料飞弹。那它前一代、第2代是什么？就是飞毛腿。大家都比较耳熟能详的东西，飞毛腿。那这就是一般就是苏联制的那种战术的地对地飞弹改良而来的，变成海巴尔。但海巴尔比较容易受到这个干扰。
所以说，你说他这一次斩首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这件事情到底可不可信？我觉得不管是伊朗或以色列，他都不会告诉你实情的。那但是因为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他特别有发声明说，总理好好的，所以我们暂且还是相信说，这些飞弹可能没有击中目标等等。但是不要忘记了，像这样子的飞弹，伊朗非常多，所以这次打不中，我下次还可以再打你。倒是现在我们要讲的法塔赫，法塔赫就比较神秘了，因为法塔赫真正击中了苏艾巴港。苏艾巴港在哪里？在科威特。科威特苏艾巴港的一个美军的军事前线基地。好，我就坦白告诉你好了，这是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前线办公室，就设在那边。一排，他们是用什么方式呢？因为像这种前线办公室的话，他们没有固定的建筑物，它是一排的货柜车在那边，你看起来像货柜，里面真的进去一看，你就好像是无人机的指挥基地一样，非常的，它有大型的屏幕啊，然后参谋很多，所以为什么这次法塔赫打中了那个苏艾巴港的基地的时候，美军有说3人死亡，后来更正是6人死亡，重点是18人负伤，受伤的人数现在又在攀升当中，怎么会一次有这么多人呢？一个美军基地怎么会同时有这么多人负伤或是殉职？就是因为他用的是法塔赫飞弹，法塔赫飞弹是高超音速武器，它的任务是专门对付敌人的反飞弹阵地跟系统。那所以说，它的弹头动能在1000公斤以上，它如果打下来的话是一片，它不像飞毛腿飞弹打下来是一个点，所以你会发现说，法塔赫这种飞弹怎么能够造成这么大的伤亡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从大气层外再回来打的，所以它的动能非常强大。那当然，它的这个坐标也要很精准。一般来讲的话，美军在基地周边应该会有反飞弹系统，对不对？然而这个飞弹就是专门对付反飞弹的，而且它这次对付的是静止不动的一个公式，就是什么？就是你的办公地点，货柜车办公的货柜车，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前线办公地点，所以这次才会有这么多士兵伤亡。所以大家要晓得说，美军在空袭伊朗的过程中，的确没有损害一兵一卒，但是这次被法塔赫飞弹给打中了，损伤是非常惨重的。所以这件事情对美国而言教训是很大的。我相信不会只有死伤这么多人，因为你要知道，那一个办公室群至少有大概50-60名这个高级参谋以及非常精于操作无人机的士兵啊，以及前线的参谋。所以说不太可能只有这样的伤亡。是，我觉得当然美国的数据到最后会告诉大家，它不像伊朗会比较晦暗一点。对，所以我们可以继续看下去。如果伊朗有更多这种飞弹的话，那恐怕精准打击的效果会更好。不过专家的猜测跟理解是，法塔赫飞弹的数量不够，不然的话早就拿出来用了。这样。好，那现在美方面对还有以色列面对来自于伊朗的压力，不管是导弹或者是它的无人机，甚至有没有排除这高超音速导弹，都还要持续的做关注。不过呢，美方现在持续的针对伊朗在做极限的施压。川普最新回应了，他说呢，最猛烈的打击到现在还没有展开，他要注意的是下一阶段，他说会更严厉，不排除川普说了会派遣地面部队。一位美国的高级官员也说了，接下来的24个小时之内，美军会大幅加强攻势。国务院最新已经要求14个中东国家的美国公民都尽快的撤离。那么，伊朗先前曾经宣称在科威特上空击落3架 F-15的美军战机，那美方已经站出来澄清了，他说这只是友军的误击。不管怎么样，现在可以看出来，美伊战争他们的这个战争的风险持续的升高当中。川普说的不排除地面战，有没有可能真的进行？如果真的发生的话，中东会不会迎来全面战争？上这个又怎么看？眼前川普最大的这个有个新的考验哈，就是他等于对伊朗开火，或包括特别把哈米尼打死啊，这个斩首，他现在必须要提交给国会，
也就是说，最后国与国之间如果真的要战争的话，美国国会得要通过。所以现在川普已经正式提出来，那美国国会会通过吗？会不会像关税战那样子？其实还是这个关税的权跟现在这个开战的权，其实还是国会的哈。总统可以决定没有错，但是国会得要同意，这是眼前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但是都知道，川普其实向来都是会先丢出一些英文叫 future vision， 然后下一个阶段的一个东西，或者是说夸口的东西。我们知道，其实在川普在打的时候，刚把哈米尼弄死的时候呢，斩首行动完之后，他立刻说：“哎，这个伊朗这个地方，他有3个可以接班人，然后他再看哪一个可以跟他来谈。”所以他就立刻说3道4，可是事实上最后证明根本没有人要跟他谈，而且他一开始以为可以就碾压式的透过威慑你，还把你哈米尼把你斩首之后，你们大概就乱成一团，你们大概就得要投降了。可没有想到，不到24小时，接班的这个3个主要的团队，马上立刻就可以把这个回击。这令人赞叹哦！在全世界都这样，也不是乱打，而且还包括周边的胡塞组织啊，包括的真主党。其实现在特别是在整个以色列的各大城市的上空，不只是只有伊朗的这些火箭弹，跟包括他们的导弹，其实还有其他的这个搭配的一起穆斯林兄弟在攻击。但我们刚刚讲，除了他第一个部分他夸口说要跟我谈，第二个这个最新夸口就是有关于地面部队这件事情。当然，现在最新还有第3个夸口是什么？他说武器，因为如果你要打地面部队，你要先算算你有多少武器吧。除了飞弹之外，然后川普最新的说法是武器是无限多，他现在是这样夸口说，特别是中高型的武器绝对没有问题哈。所以这些夸口本身都看得到，川普其实是商人，所以他很多东西的放话的东西，这就像是他会投射下一个他具体的目标，所以他描述这个东西，但是是虚实，其实不见得。他都是先画给，然后之后再来调整。要知道，如果真的打到地面战，很恐怖啊！这不要说是国会同不同意，乃至于他自己本身就要真正进入实质的衡量。对，要知道3个角度：第一，美国永远都在打代理人战争。整件这件事情其实是以色列的问题，他只是聊得太前面了。所以你说他会真正的投入到地面战争吗？要知道，大家一定要了解一下伊朗的地形哦。伊朗其实是在中亚中间，才隔着所谓波斯湾的部分。我们所谓中东地区大范围的中东地区，当然包括伊朗。可是你就地理位置来说，其实伊朗其实更靠近中亚，跟旁边的这个伊拉克跟那个印度是很靠近的了哈，是更靠近我们这里。所以他现在打这个以色列是要跨过去打。他最近攻击那么多，其实穆斯林其他包括沙特等等这些国家，就是因为他的同一个方向，他并不是往右打，往前后打。很多人其实没有搞清楚伊朗的地理位置，也就是说，地面战争这件事情，美国要怎么样过去？他要怎么样去打地面？难道这些其他穆斯林的，包括沙特，跟他一起打伊朗吗？所以地面战这里还要牵涉到整个支援的问题。要知道，这伊朗不是笨蛋，他现在马上就把一些海港当中美国的这一些航空母舰的补给的地方也都打烂了哈。所以伊朗真的不是笨蛋哈。再加上刚刚讲，伊朗不是笨蛋，所以如果你要打地面战争的话，对方如果也是很精明，像这一次我们看到反击这么厉害的话，恐怕不容易吧。好，谢谢尚志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